You're talking about Panama and Greenland. No, I can't assure you on either of those two. We need them for economic security. 你可能都聽過 Donald Trump 而家想話買格陵蘭啦，就咁聽落去好似係一個好古怪嘅商業交易。呢一座被冰封嘅孤島，究竟有咩特別嘅地方，會令一個總統親自話買唔到，都可能會打返嚟呢？ Donald Trump repeatedly bringing up Greenland and his intentions to buy the island. 我以為格陵蘭只係一個冇人住嘅冰塊啊！事實上呢，佢蘊藏住好豐富嘅稀土礦產嘅，仲係鄰近北冰洋裡面嘅重要航線啊！一直呢都被視為未來全球貿易啦同埋軍事佈局嘅戰略要地喎。呢度呢可能會成為咗新嘅極地黃金路線啊！仲有呢，美國擔心有朝一日，如果中俄嘅核潛艇可以從極地潛入呢，就會直接威脅到美國本土噶啦。所以 Donald Trump 話我要買 Greenland， 聽起上嚟好似好突兀啦。其實背後牽動嘅係國家安全啦，同資源爭奪，你可以想象到喺一個寒冷孤寂嘅島嶼背後，卻有住一個可能撼動全球局勢嘅巨大力量啊！從北極嘅國力到全球地緣政治嘅博弈，軍事產業咧都係好高速咁擴張緊嘅。今日就等我哋從格陵蘭呢塊極地冰原開始，走進呢個全球國防需求高漲嘅核心現場，並且睇下究竟邊個主導呢場龐大嘅軍工盛宴啊！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one major power actually a permanent member of Security Council. That business to the tune of over $37.6 billion. It surpasses global security issues.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想象一下，今日嘅世界科技日新月異。但係同時，衝突同安全挑戰呢，從未停止嘅。2023年全球軍事支出創下歷史新高，超過2萬億美元。呢一個天價支出對比全球經濟同我哋嘅投資，又意味住啲咩呢？無論係東歐嘅緊張局勢、中東嘅持久戰火，定係亞太地區嘅軍事競賽呢，每一個熱點地區都推高咗呢個國防嘅需求啊！呢一個唔僅僅係地緣政治嘅對抗，亦都係一場科技同資本嘅較量啊！喺呢個背後，喺全球有3家軍工巨頭默默咁推動住國防產業嘅發展嘅。接住落嚟，我哋就睇下呢啲軍事巨頭點樣用技術同創新去塑造國防嘅未來啦。軍工產業呢個係一個隨住歷史動盪咯而持續增長嘅領域。從冷戰時期嘅核競賽啊，到現代戰爭嘅高科技化咧，每一次技術嘅飛躍咧，都推動咗軍工產業嘅演變嘅。今日啊，我哋唔僅僅係面對地緣政治嘅挑戰啊，仲有新型戰爭形態嘅崛起啦，例如網絡戰、太空戰爭同埋智能科技喺軍事上面嘅應用。呢啲技術背後啊，唔少得呢3家公司嘅身影，分別就係 Lockheed Martin、RTX 同埋 Northrop Grumman 嘅。接住落嚟，我哋就睇下呢3家公司點解會成為軍事巨頭，以及佢哋嘅業務同埋財務狀況嘅。世界各地嘅國防開支唔僅僅代表咗安全需要，更加係一場資本遊戲啊！美國係全球軍火貿易嘅最大輸出國，市場佔比得超過40%，其次係俄羅斯、中國緊隨其後嘅。當然啦，佢哋唔係買緊超跑啊，而係買一啲令人瞓都瞓唔着覺嘅大玩具。對於國防承包商嚟講啊，技術創新係競爭嘅關鍵，無論係隱形戰機啦、超音速導彈，定係 AI 驅動嘅自動化武器。研發支出都係行業發展嘅引擎，但係呢個行業嘅吸引力呢，唔僅僅係嚟自大國博弈嘅，仲嚟自佢獨特嘅抗周期性。當世界越渴望和平嘅時候呢，似乎呢，我哋呢就推向咗更多軍備同埋衝突。而奇怪嘅係呢，呢種矛盾喺股票市場上面呢，就成為咗現實。軍工股呢，唔單單係動盪時期逆勢增長啊，反而成為咗全球最穩定嘅投資之一。呢個究竟係對和平嘅渴望啊，定係對無休止嘅衝突嘅預期呢？有時候我哋都要問下自己，呢種情況嘅背後究竟隱藏咗咩嘅現實？更重要嘅係，呢個行業對資本嘅吸引力呢，係源於佢嘅超長訂單週期啊。譬如喺 Lockheed Martin 嘅 F-35戰機計劃呢，就為公司帶嚟咗20年長期穩定收入啦。接住落嚟啊，我哋將深入了解呢3間軍工巨頭，睇下佢哋點樣喺競爭之中脫穎而出。如果你想揾一啲穩定增長嘅股票呢，軍工股呢就可能係你嘅選擇啦。接住落嚟，我哋就會探討呢3家軍工巨頭嘅財務狀況嘅，同埋呢點解佢哋可以喺當前嘅地緣政治環境呢提供一個比較穩定嘅回報喎。
接住落嚟就等我哋睇下三大軍工巨頭嘅最新財務狀況啦。呢啲數據我哋係參考咗2024年財務報表同埋交易平台整理出嚟㗎，等大家睇下呢啲公司到底表現成點，仲能唔能夠提供穩定嘅增長呢？首先係 Lockheed Martin， 最近嘅股價大約喺480蚊左右，市值大概1200億美元，市盈率就喺17至18倍之間，股息率大約2.7%， 最近12個月嘅營收大約係67至68億。呢啲數字顯示 Lockheed Martin 整體嘅估值都算穩健嘅，尤其喺全球戰機採購需求持續嘅背景之下咧，佢獲利前景依然都俾市場睇好㗎。再嚟睇睇 RTX， 股價近期就喺100至110蚊之間波動啊，市值大約喺1200到1300億美金左右，市盈率22至23倍，就比呢個 Lockheed Martin 為之高少少啦。股息收益率 2.4%， 最近12個月營收就落咗喺73億左右啊。作為防空同導彈領域嘅龍頭之一咧，雷神近年合併咗之後就喺飛機零件組件同埋防務系統嘅佈局非常完整啊，因此都保有一定嘅成長性。最後要講嘅就係 Lockheed Grumman， 股價大約喺450至470蚊之間，市值大約喺700至750億美金左右，市盈率15至16%，屬於喺3間裏面比較低嘅估值，股息率大概 1.6 至 1.8%， 12個月營收36至37億左右。Lockheed Grumman 近期着重無人機太空同埋網絡安全嘅研發，比如B-21隱形轟炸機計劃啦，未來喺高階軍事科技方面市場依然非常期待佢哋嘅研發進度㗎。整體嚟講，呢三間軍工巨頭喺財務依然展現住好穩定嘅基本面啦，估值市盈率都係大概15至23倍左右，比起高增長科技股就唔算貴嘅，顯示市場對軍工股嘅定價就相對保守啲啦。股息方面無論 Lockheed Martin 2.7% 啦，定係 RTX 2.4%對比其他股嚟講都唔算係太低嘅。當然啦，如果你對比10年國債嚟講就真係低啲啦。咁所以如果純粹想收息嚟講吸引力嚟講就叫一般啦。強大嘅訂單後盾啦，軍工巨頭持續都接到美國國防部同海外訂單嘅，所以長期合約令到現金流非常穩定。至於去到研發同技術優勢啦 ，Lockheed Martin 嘅 F-35啦 ，RTX 嘅防空系統啦 ，Lockheed Grumman 嘅無人機同埋太空科技都具有全球領先嘅優勢嘅。呢啲要素都令到軍工股喺經濟衰退同埋市場波動依然保持住穩定嘅營收同獲利。事實證明當世界局勢越動盪各國就越會加碼國防預算嘅。軍工股喺好多投資組合裏面成日都會扮演住一個相對抗周期穩定收益嘅角色嘅。尤其喺目前各地都籠罩住地緣衝突風險嘅背景之下市場對軍工企業嘅需求反而節節上升咯。咁樣睇咗更新嘅財務指標之後，我哋就要問自己喺呢啲驚人嘅防務開支後面又代表咗咩嘅世界局勢呢？投資人持續買呢啲股票，究竟係對衝突嘅期待定係對全球安全穩定嘅一種保險呢？接住落嚟就等我哋將呢啲問題帶入最後結論部分啦。既要保持理性投資，亦要諗下究竟軍工產業同世界和平嘅微妙關係。咁樣點解呢啲軍工股長期可以提供穩定嘅派息呢？原因就係主要佢哋背後有穩定嘅收入來源，政府合同。呢啲公司大多數依賴長期嘅政府合同嘅，特別係由美國國防部嘅訂單。呢啲合同保證咗佢哋有穩定嘅現金流啦，都令到佢哋可以喺經濟波動嘅周期保持盈利同有穩定嘅收入嘅。除此以外呢啲公司喺技術上面嘅領先地位亦都係支撐住佢哋增長嘅重要因素嚟㗎。例如Lockheed Martin喺隱形方面啦，同埋先進嘅航天領域有好強大嘅優勢㗎。RTX 就喺防空啦，同埋導彈防禦能力都有技術上嘅領先地位嘅。Lockheed Grumman 就注重於網絡安全啦，同埋無人機技術。另外，全球地緣政治因素亦都為軍工行業提供咗穩定嘅增長動力。美國國防預算嘅增長啦，加上國際間不斷升級嘅軍事競爭啊，特別係美中關係嘅緊張呢啲都促使各國增加軍事支出，進一步帶動軍工股嘅需求噶。所以軍工公司喺全球防務需求嘅上升中受益啊。未來幾年佢哋嘅收入增長潛力依然係強勁噶。總結嚟講雖然軍工股係比好多科技股嘅估值嚟得低好多，但係佢哋可以提供穩定嘅回報啦，同埋增長潛力都係對投資者有一定嘅吸引力嘅。尤其喺當前嘅全球政治啦同經濟環境底下軍工行業嘅需求可能會持續咁增長㗎。如果你都係揾緊一啲有穩定嘅現金流啦同合理估值嘅股票呢三間公司可能都係一個值得關注嘅選擇嚟㗎。
當然啦，本節目僅為資訊分享啊，並非投資建議，投資有風險，請自行評估啦，同埋審慎決定啊。好啦，等我哋都講下結尾啦。雖然我哋一直都喺度談論緊軍工股嘅財務數據啦、估值啦，仲有嗰啲比較引人注目嘅政府合同，但係最終我哋都必須要記住其實仲有一個更加大嘅遠景嘅，就係世界和平。畢竟軍工股嘅發展雖然同國防安全有密切嘅相關，但最終嘅目標都應該係為咗防止衝突、促進全球穩定、達至和平嘅。事實上，軍工行業唔僅僅係為咗應對衝突㗎，仲有一個更加深層次嘅使命，就係維護和平。你可能會問，咁樣聽起上嚟係咪有啲矛盾呢？戰爭產業點樣可以同和平掛鈎呢？但事實上好多時候軍事力量嘅存在本身就係一種防止衝突啦、維護世界秩序嘅工具。就好似喺國際間嘅軍事力量係一種力量平衡，佢哋存在嘅目的係確保國際之間嘅互相制衡，唔好令任何一方都輕易挑起衝突啦。當然，呢一個平衡需要各個國家共同努力，就係包括外交啦、經濟合作，甚至係全球性政策嚟舒緩各種潛在嘅威脅。今日我哋講到嘅軍工公司，佢哋唔僅僅係賺取利潤嘅商業機構，佢哋背後代表嘅係全球防務合作、國際安全嘅穩定力量。你會發現，隨住世界各地逐漸加強合作對於和平同穩定嘅承諾就越嚟越重要。我哋喺投資呢啲公司嘅時候，我哋會唔會某程度上都助長咗衝突呢？定係我哋透過資本市場為更加先進嘅防禦技術提供個必要嘅資金呢，從而維護全球嘅安全呢？無論如何，軍工行業嘅未來唔僅僅係關於公司點樣喺獲得穩定嘅增長，亦都關乎我哋每個人對於世界和平嘅期待㗎。最後正如我哋喺節目嘅開場所提及我哋希望未來嘅世界能夠和平穩定，而呢啲公司無論如何，仍然都係嗰個畫卷中一個重要嘅部分。當然咁都提醒咗我哋真正嘅目標係應該令到世界更加和平、更加穩定㗎。軍工行業嘅發展亦都係最終希望世界能夠唔依賴戰爭去解決問題嘅，更多依賴對話同合作。希望我哋每一個人，無論係投資者定係觀眾都好，可以對我哋嘅未來充滿期待。軍工需求嘅增長係不可避免嘅現實，但係我哋對未來嘅世界嘅走向可以扮演一個咩角色呢？你又點睇呢？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節目。你認為邊間軍工嘅技術最有機會顛覆未來戰爭嘅形式呢？歡迎喺下面都熱烈留言。希望你對軍工股都有更加多嘅理解，亦都希望我哋能夠一齊期待一個更加繁榮同和平嘅世界。下次見。